你是不是也常遇到这种情况？用 MACD 做交易，明明出现金叉了，结果一买就被套；或者用布林通道，明明突破上轨，却不知道该不该追。其实单靠一个指标很容易失准，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把多个指标结合起来互相验证。今天我就用8分钟教你一套 MACD 加布林通道双策略，让你在判断趋势和找买卖点的时候，胜率更高，亏损更小。在这里，我们各取所长。布林通道用它最重要的2个功能，先透过上轨开口或缩口判断行情是在震荡还是单边，然后用布林通道的上中下轨道来找支撑、压力以及盈亏比最好的进场点。这2个功能是布林通道的核心。除此之外，因为是做短线，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调整参数。布林通道预设参数是长度20，标准差2。这个标准参数适合做周线等级的行情。这里为了创作更多的机会，同时找到不同行情的短线位置，所以这里把布林通道长度参数改成12，上下轨的标准差不变。改后它会更敏锐，出现更多的短线机会。对于布林通道基础就不展开讲了，可以看我其他影片。这里只要记住一句话：上穿中轨机会好，守住中轨能走高，到达上轨守不住，跌穿中轨快跑掉。记住这个口诀，这里就够用了。接下来说 MACD， 在这里我们使用 MACD 的金叉来判断买卖位置，透过柱体来判断强度，正好和布林通道的2个功能互补。这样我们既可以判断行情是震荡还是单边，也可以在支撑阻力位找到合适的买卖点位，最好判断趋势强弱，止盈停损。除此之外，这里也可以运用 MACD 的线柱背离，这样胜率会更高。后面会结合市场详细讲。这里布林通道修改了参数，所以 MACD 更要修改参数。因为 MACD 预设参数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不适合较小的周期。如果光看金叉，常常太慢，等到金叉出现，价格已经涨了一大段，而光看柱体，有时候会提前缩短，结果你一卖就踏空。所以 MACD 的陷阱有2个，金叉反应之后，背离讯号容易反复。我自己在用的改法是把参数调快来弥补这个问题，修改预设参数，调整为快线6，慢线19，平滑6。这样在4小时或日线图里，金叉讯号会比原始参数提早1到3根 K 线，提前给你机会。这里也要记住一句话，只有金叉不要急，确认空间才能行。买点要在支撑位，强度不够马上走。这句话很多人听懂了，胜率直接能拉高1个档次。好，现在把 MACD 和布林通道放在一起，这就是今天的重点。你可以这样用。第一步，布林通道给位置，先看价格是在上轨、中轨还是下轨。第二步， MACD 给方向，再看此时 MACD 是金叉还是死叉。这样一来，你就能把位置和方向结合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价格在布林中轨附近上穿 MACD 同时金叉，那就是一个高胜率多头进场点。如果价格在布林上轨附近 MACD 出现死叉，那就是空头的绝佳机会。这种组合的好处是什么？光看布林，你不知道方向；光看 MACD， 你不知道位置。但2个指标合起来，你既知道方向，也知道位置。最后再给大家一句口诀：位置先定调，方向再确认，双讯号同时亮，胜率就翻倍。这一套策略，不管你是玩股市还是加密货币，通通能用。好，光说理论不够，给大家看一个实盘案例。这里我用比特币的日线图来举例。你看这一段，价格先跌到布林通道下轨，然后 K 线企稳，慢慢往上靠近中轨。同一时间 MACD 刚好出现金叉，柱体也开始在0轴以下缩短。这是不是我前面说的双讯号同时出现？布林告诉你，这里已经在下轨，属于低位，在支撑位附近。MACD 告诉你，方向开始转多，空头动能已经衰竭。
如果在这里进场，止损就放在布林下轨的最低点，止盈可以先看到布林中轨，如果站上中轨则看到上轨，或者等 MACD 柱体缩短后离场。实际结果怎么样？是不是直接来了一波突破行情？短线直接攻击布林上轨，很多新手光靠布林会觉得还没上轨，涨不动了吧？光靠 MACD 又会觉得是不是背离要跌了？但是两个一起看，你就能更有把握。这就是双策略的力量。再来看一个空头例子，价格先涨到布林通道上轨，然后 K 线无法继续突破，慢慢往下失守上轨。同一时间 MACD 刚好出现死叉，柱体也开始慢慢缩短。这是不是我前面说的双讯号同时出现？布林告诉你，这里已经在上轨，属于高位，在阻力位附近。MACD 告诉你，方向开始转空，多头动能已经衰竭。如果在这里进场，停损就放在布林上轨最高点，止盈可以先看到布林中轨，如果快速跌穿中轨，则看到下轨，或者等 MACD 柱体无法继续缩短离场即可。可以看到后续不断回撤，沿住布林往下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布林通道告诉你位置是在上轨、中轨还是下轨， MACD 告诉你方向金叉是多，死叉是空。把两个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高胜率的双策略。记住这句话，位置先定调方向再确认，双讯号同时亮，胜率就翻倍。